当你听见显化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很多人以为显化是一种能够操控世界的力量，好像只要许个愿，宇宙就会把你想要的一切送到你眼前。但这只是显化的表象。真正的显化不是让你去改变这个世界，而是让你去看见这个世界从未与你分离过。你所渴望的一切其实都早已存在，它们不在未来，也不在遥不可及的地方，它们只是在等待一个你，那个愿意相信它们本就真实的你。当我们说显化不是改变现实，是改变你相信什么是真实，我们其实是在提醒你，你所经历的每一刻，不过都是你内在信念的投射。现实不是固定的，它是流动的、变动的、可塑的。而你就是那个不断选择信念的人。回头看看你过去的经验，是不是曾经在某个时刻，你突然相信某件事会发生，然后它就真的发生了？这不是巧合，这是你潜意识的力量，在你选择相信的那一刻，便悄悄改写了你的人生剧本。但多数人还没学会这个奥秘，他们努力工作，拼命付出，却总是活在缺乏与焦虑里。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念在告诉他们，我不值得拥有我渴望的。我必须很辛苦，才配得上好的人生。我总是差一点，这些潜藏的信念成了现实的根，任你再怎么努力拔草，根不改，草终究会再长出来。所以，显化不是一种技巧，它是一场信念的疗愈。它邀请你重新回到自己的内在，去看见你相信了什么，又放弃了什么，去发现你曾在哪里学会了我不行，又在哪里遗失了我可以的信念。真正的转变从来不是来自外在环境的变好，而是你开始看见自己内在的真相，并选择相信一个更大、更宽广的可能性。当你开始相信自己值得，相信自己本就丰盛，相信宇宙支持你，你便开始与那个你想要的人生同频共振。它不再只是想象，它开始一点一滴显现。不是因为你努力追逐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终于停止怀疑自己。显化从来不是关于做更多，而是相信更深。你愿意相信你所渴望的世界其实已经存在了吗？你愿意不再等待证据，而是先选择相信吗？这个世界会为你改变的，不是因为你强迫它改变，而是因为你改变了自己对它的看法。当你眼中的真实变了，你眼前的现实也会跟着变。而这就是显化的奇迹，不在远方，而在你心里；不在未来，而在当下。你怎么看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就怎么回应你。你选择什么是真实，你就活在怎样的现实里。那么现在，你愿意重新选择相信了吗？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你一边拼命地想着要显化理想生活、爱情、金钱，一边却又在内心深处悄悄质疑：我真的值得吗？我这样想真的有用吗？万一没有发生，是不是代表我根本不够好？这就是吸引力法则中最关键，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。不是法则失灵了，而是你还在怀疑自己。吸引力法则从来没有错，它如实地回应你真正相信的频率，不是你口中说什么，而是你内心深处认为我是谁。你可以对着镜子说100次我很富有，写下满满的愿望清单，进行无数次冥想，但如果你心底的频率仍在传递我还不够好，我没有价值，那宇宙接收到的就是这份不安，这份怀疑，而不是你用言语包装起来的渴望。吸引力法则不是魔法，它是镜子。
它诚实地映照出你的信念、情绪与自我概念。当你还在怀疑自己能不能拥有、值不值得拥有时，宇宙不会惩罚你，它只是无法对焦，无法将那个你渴望的版本下载到你的现实里。你也许会问，那我要怎么做才能停止怀疑自己？答案不在技巧里，不在书本里，它在你的内在深处，那个曾经渴望被相信的小孩，那个只想听见一句你本来就很好的你。请你静下来，去感受你对自己的评价、态度、语气。你会发现，最大的阻碍不是外在的环境，也不是吸引力法则不灵，而是你内在那股小小的声音，总在你想要张开双手接收时，说不行，这不可能是给你的。真正的显化是一场自我信任的旅程，它不是要你去努力证明什么，而是要你慢慢松开那些让你怀疑自己的理由。每一次选择相信，都是一次频率的校准，都是一次重新连接内在力量的练习。你越是信任自己，宇宙越是迅速回应，因为你不再依赖证据来建立信念，而是用信念去创造证据。吸引力法则的运作从来不挑人，但你必须成为那个愿意相信的自己。你必须在没有任何外在保证的情况下，仍然选择站在我值得的频率上。而当你真的开始这么做了，你会发现，你不需要再去吸引什么，那些你渴望的事物会自然被你内在的确信吸引而来。因为你已经是那个版本的自己，你不用假装，也不再怀疑，你只是成为，然后允许。现在，请你深呼吸，问问自己，我还在怀疑我吗？还是我已经准备好相信，我本来就值得一切美好？吸引力法则没有错，错的只是我们一度不敢全心全意地相信自己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你正在转变，而这份转变就是奇迹的开始。很多人以为显化是从缺乏走向获得，是一段从没有走到有的过程，但真正的显化不是去追求，不是去等待，不是去努力变得更好，而是内在的一种转身，你开始成为那个早已拥有的人。不是未来的某一天，而是现在。不是当你努力够多之后，而是此刻。你渴望的金钱、爱情、成功，其实从来没有离开你太远，它们只是躲在你对自己的定义之外，等着你回到那个能量频率上，那个说我就是的地方。真正的显化从来不是我要得到，而是我已经是。这不只是语言的转换，而是一种生命状态的转化。想象你已经是那个丰盛的人、自由的人、被爱的人，你会怎么走路？怎么说话？怎么看待每一个今天？那种状态不是等待某种条件满足后才出现，而是你选择先活出来的一种内在的提前拥有。如果你每天都活在匮乏感里，无论你许多少愿，写多少目标清单，做多少视觉化练习，宇宙都只会回应你此刻的频率。你仍然觉得自己还不够，还没有，还需要努力才能拥有。而这份能量便成为你的实相。所以显化从来不是等它来，而是让它来，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了成为它的容器。那是一种信任，也是一种容许。信任自己就是值得，容许丰盛自然来到；信任自己就是被爱的，容许爱情毫无防备的靠近；信任自己早已成功，容许机会与灵感自由涌现。但这样的成为并不是一夕之间的事，它需要你一点一滴去松开那些让你紧抓匮乏的理由，去看见你内在那个总觉得还不够好的部分，去拥抱那个害怕失去、怕被拒绝、怕不被爱的小孩，告诉他，我们已经拥有了，
你不需要再证明什么。当你内在的能量真正稳定在我就是的状态，世界也会开始改变，不是因为它被你控制，而是因为你和它的关系变得更靠近、更一致、更有爱。成为你想要的一切是显化的核心，因为你所想要的从来不是物品本身，而是那个拥有它们时你会成为的那个人。你渴望金钱，是因为你想成为自由的你；你渴望爱情，是因为你想成为被全然接纳的你；你渴望成功，是因为你想成为自我实现、闪耀发光的你。所以真正的显化是反过来进行的。你不再问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，你开始问我现在能不能成为。你不再等待未来给你答案，你开始让现在的每一个自己都是答案的起点。这样的你不再焦虑，不再比较，不再追逐，你只是回到自己本来的样子，完整的、丰盛的、值得的。显化不是目的地，它是你决定活出真实的那一刻。宇宙说，我听见了，然后一切开始靠近。从渴望变成信任，从等待变成成为，从祈求变成接受，这才是真正的显化。你不是去得到什么，你是活成了那个已经拥有一切的自己。你曾经用尽力气向宇宙祈求什么吗？一段爱情，一份收入，一个机会。你写下愿望，设下意图，反复视觉化，却在等待中越来越失落，越来越觉得，是不是我不够诚心？是不是我不配得到？是不是宇宙没有在听？但其实宇宙一直都在听，它只是没有听见你口中的语言，它听得懂的是你内在正在震动的那个频率，那份你真正感觉到的能量。不是你说了什么，而是你感受了什么。宇宙的语言从来不是逻辑句子，不是头脑编排的愿望清单，而是你此刻散发出来的震动。你的信任，你的怀疑，你的快乐，你的匮乏，你的爱，你的恐惧，每一种感觉都是宇宙最直接的讯号。如果你说你想要被爱，但你每天活在害怕失去与不被看见的焦虑里，宇宙接收到的是那份孤单，那份不安全感，它于是回应你更多让你证明自己没有被爱的情境。如果你说你渴望自由，但你内在一直紧缩着，不敢放松，不敢信任流动，宇宙便无法把自由的机会送进你那双关上的手。这就是为什么请求往往不如感受有力量，因为请求来自我还没有，而感受是一种我已经是。当你开始让自己去感受那个你渴望的画面，去体验那份爱的温度，金钱的宽裕，自由的扩张，你就在当下创造出与之对平的现实版本。你不再等待未来的改变，你让现在的感觉成为种子，种在每一个呼吸里。感受是你与宇宙最深的连结，它不需要语言，不需要证明，只需要你真实的活在那个能量里，哪怕只是1分钟、3秒钟。这样的片刻，宇宙都能收到，因为那是真正的你在震动，那是你心的讯号。而你会发现，当你越来越常活在这种与渴望同频的感受中，你不再是祈求者，而是创造者。你不再用匮乏去求取丰盛，你是用丰盛去召唤更多的丰盛。就像音差共振一样，你散发出什么频率，就会吸引什么现实。所以，与其一次次写下愿望，不如问自己，我今天感受到了什么？这个感觉是我想要创造的那个实相吗？如果不是，请你温柔地陪伴自己，不是责怪，不是强迫自己快乐，而是一步步地回到那个你知道、你值得的震动里。你可以透过音乐、冥想、书写、呼吸、自然、连结，
找到那个让你感觉到美好的方式，让它变成你与宇宙对话的桥梁。你会发现，显化的关键不在外面，就在你的感觉里。你感觉什么，就创造什么；你震动什么，就吸引什么。宇宙一直都在听，只是它听得懂的语言，从来不是请求，而是你正在活出的那个感受。有些愿望藏在心里多年，不敢说出口，不是因为不够渴望，而是因为太渴望。渴望到一碰就痛，一想就酸，一说就有泪。你以为这样的痛是一种错，是一种执着太深、爱得太多的惩罚，但其实那股痛正是证明你的愿望是真实的。不是幻想，不是逃避，更不是贪心，而是你灵魂深处最诚实的声音。真正的愿望会让你颤抖，会让你心碎，因为它触碰到你内在最柔软、最渴望被看见的部分，那个从未被满足，却始终在等待的你。你会痛，是因为你还相信那样的幸福可能属于你，相信那个人生蓝图不只是梦，相信自己值得，但又害怕再一次失望。这样的拉扯是爱的一部分，是灵魂在提醒你，这不是妄想，这是召唤。你的愿望之所以那么痛，是因为它还活着，它还在呼吸，还在敲你的心门，说别忘了我，请你别放弃我。很多人学习显化之后，以为自己必须无欲无求，以为不能执着，不能太在意，否则就会挡住显化。但真正的灵性不是切断渴望，而是与渴望同行。你可以一边渴望，一边疗愈；你可以一边痛着，一边相信；你可以一边感觉不够好，一边选择前进。愿望不是负担，它是光，是照亮你内在匮乏之处的光，是带你穿越旧信念、跨过限制的光，是让你记得你来这世上不只是为了生存，更是为了实现你灵魂真正想经历的丰盛与爱。请你不要因为痛就把愿望藏起来，不要因为还没发生就怀疑它的真实。那份刺痛不是警告你停下，是邀请你靠近，是你的灵魂在说，这是我们此生要走的方向。如果你愿意去看见痛背后的爱，你会发现每一次难过、失落、怀疑，都在帮你清理你与愿望之间的阻碍，让你离那个版本的自己越来越近。因为真正的显化，不只是让你得到想要的，而是让你成为能够承载那份美好的你。而那个你，正在透过这份愿望，一点一滴被召唤出来。所以，别逃避它，哪怕它痛，哪怕它让你感到脆弱，都请你继续看着它，拥抱它，甚至谢谢它，因为愿望的存在，就是证明你还有梦，还有爱，还有力量。你所愿的，不是幻想，是来自灵魂的记忆，记得自己原本就值得这一切。你的愿望是你内在的真实，而那份真实，正是你与宇宙最深的共鸣。我们总以为要实现梦想、吸引好事、创造理想人生，就得付出极大的努力，不停行动，不停追赶，才能换来那一点点我们渴望的改变。但其实，显化从来不需要拼命这件事。它真正的关键，不是你做了多少，写了多少清单，视觉化了几次，而是你有没有内外一致。一致是显化的密码。当你的想法、感受、信念与行动全都在同一个频率上，你就像一个强力的讯号塔，精准地向宇宙发出清晰的讯息，我准备好了。而宇宙就是那样的单纯与直接，它不回应你说出口的愿望，它回应的是你整体的振动状态。所以你可以每天告诉自己，我要丰盛，我要爱，我要成功，
但如果你的内心仍然在怀疑、害怕、匮乏，那你所传递出去的能量其实是我没有，我不配，我还不行。这种外在努力与内在频率的不一致，就像你一边踩着油门，一边拉着手刹车，不但走不快，还会消耗大量能量，制造挫败感。显化的力量来自于内在的清楚与稳定。当你真的相信你值得，当你感觉自己已经拥有，当你活得就像那个愿望已经成真的人，你就已经在振动频率上完成了显化的 80%。 剩下的不是努力去抓住什么，而是信任它自然会来，因为你已经对平了。这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用做，而是你的每一个行动都变得不再是为了得到，而是因为我已经是的自然流动。那样的行动没有压力，没有匮乏，只有纯粹的创造与接收。一致是一种稳定的清晰，它不是完美，而是你不再对抗自己，你不在嘴上说我想要，心里却觉得我不可能，你不再看着愿望的方向，却转身朝反方向走。当你开始对自己诚实，当你开始校准自己的信念与感受，当你愿意处理那些让你无法医治的伤口与旧故事，显化的力量就会自然流动。你不再焦虑，不再怀疑，因为你知道，只要你是那个版本的自己，那个你渴望的人生，就自然会找到你。显化不是外求的奇迹，它是内在整合后的结果。而一致是那条看不见却最稳定的桥。你不需要更努力，你只需要更清楚。你是谁？你相信什么？你允许什么进来？当你一致，宇宙就会自然同步。这就是显化的秘密，也是你早已拥有的力量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